什么呀？哼哼，你别吊我胃口呀，快说。哼哼，不说。大家好，欢迎回来，我是郑老师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16个非常常见的俗语。如果你能用这几个俗语，你的朋友一定会称赞你的中文很赞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第一个是食言，食言。食是一个动词，意思是吃，言就是一个人说的话，食言就是吃了他自己说的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失信了，他说过的话他没有做到，他食言了。比如爸爸跟孩子说明天会带他去游乐场，但是因为临时有会没有去成，爸爸食言了。说出口的事就一定会做到，绝不会食言。第二个，接地气。接地气，地面，这个一般形容人，一个人很接地气，意思是他没有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，他很好相处，很谦卑，很容易亲近。比如我以为一个大公司的 CEO应该是很高高在上的，但其实他很接地气，喜欢开玩笑，员工们问他问题，他都非常耐心的回答，他很接地气。第三个，兜圈子。圈子，兜是一个动词，兜圈子就是一直在转圈子，飞机兜圈子，汽车兜圈子。但是兜圈子最常用的是形容一个人说话兜圈子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不说重点，他一直在说一些不是很重要的话。比如我高中的时候，有一次我打电话给我妈妈，因为我住校，所以我就问她最近怎么样，这2天怎么样，弟弟怎么样，家里的狗怎么样。我妈妈一听就说别兜圈子了，怎么了？我说我钱用完了。我妈妈一听就知道，我不是真的想要问她最近怎么样，弟弟怎么样，狗怎么样了，我一直在兜圈子。但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，我钱用完了，能不能给我打钱？能不能给我打钱？兜圈子。你是不是又跟他兜圈子来着？不知道怎么拒绝。下一个，小菜一碟。碟就是小盘子。大家去韩国餐厅吃饭，服务员一定会给你上很多小菜，给你上很多碟小菜。那中国人也喜欢吃小菜。小菜一碟的意思就是小意思，很简单。比如对他来说，写程序就是小菜一碟。你这以博士生的水平，还不小菜一碟？下一个，炒鱿鱼。炒鱿鱼一般用在被动语态。大家想一想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他被老板炒鱿鱼了。对，意思是被解雇了。被解雇了就是被炒鱿鱼了。比如这家公司最近经营不好，很多员工都被炒鱿鱼了。我被炒鱿鱼了。下一个，学生们或许用得上，但希望你不需要。考砸了，考砸了，砸了，意思是考试没考好，考得很差。这次汉语水平考试，他以为他考砸了，但其实考得很不错。下一个，打退堂鼓。打退堂鼓，咚咚咚咚。在中国古代的法院有一个鼓，要开始审案的时候要敲鼓，要打鼓，那叫升堂鼓，就是开始审案。审案结束的时候也要打鼓，
那叫退堂鼓，就是大家都从堂里退出来，退堂鼓。现代社会里审案不用打鼓，打退堂鼓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想要放弃，想要退出。比如很多人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信心满满，但是一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。你学中文的过程中有没有打过退堂鼓？觉得哇，中文太难了，学不会，不想学了，想要放弃了，打退堂鼓了。坚持是很难的事情，比如我做视频也会打退堂鼓，有时候觉得太忙了，太累了，不想做了，想要放弃了，我打退堂鼓。但是最后我还是告诉自己，所有有价值的事情都是要坚持才会看到成果的。所以希望大家打退堂鼓没关系，但是不要真的放弃。我们一出问题就打退堂鼓呢？下一个露馅儿，露馅儿，大家包过饺子吗？没有。那吃过饺子吗？吃过。好，那饺子，这是一个饺子，饺子里面的东西叫馅儿，有蔬菜馅儿、猪肉馅儿、牛肉馅儿等等等等馅儿。那如果饺子破了，里面的东西出来了，里面的馅儿出来了，我们就说它露馅儿了，饺子露馅儿了。更常用的意思呢，是说一件事情露馅儿了，就是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被别人知道了，就叫露馅儿了。比如他撒谎，这是别人吃的，今天露馅儿了，就是今天被人知道他撒谎，被人知道其实是他吃的，露馅儿了。露馅儿不一定都是指坏事，比如我老公要生日了，我偷偷的给他买礼物，想给他一个惊喜，但是今天被他发现了，露馅儿了。行，爷爷帮你这一回啊。谢谢爷爷，别露馅啊。下一个吊胃口，吊胃口。一个人很能吃东西，一天可以吃很多，那我们就说他胃口很好。我平时吃饭胃口就很好，每顿饭可以吃很多但是最近因为生病了，所以胃口不是很好。胃口，我们知道胃口的意思了。吊胃口是指用一些话引起别人的兴趣，但是又不马上说完，吊别人胃口，让别人觉得哎呀，你快告诉我呀。比如你马上会收到一个快递，什么呀？哼哼，你别吊我胃口呀，快说。哼哼，不说，这个就是在吊胃口。太长不说，日后再聊，却不能长话短说，别吊人胃口。无用功，无用功，无用就是没用，无用功意思是白费功夫。比如说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做一道菜牛肉，然后我切菜，我切葱，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，然后我也炒好了，结果一吃发现牛肉坏了，那这个菜不能吃了，我前面所做的一切，我花的时间都成了无用功。学习也是一样，学中文也是一样，你花了很长时间去学中文，但是如果方法不对，可能很多的时间，很多的努力都是无用功，对吧？所以学习一定要照英文说的，就是 work smart, not work hard. I mean,如果能 work hard 又 work smart, 那是最好了，那你肯定非常成功。下一个后悔药。世上有一种药叫后悔药，后悔的意思是我做了一件事情以后，我觉得我不应该做那件事情，我后悔了。
比如他很后悔跟他分手，我很后悔大学的时候没有学设计，但是我可以吃后悔药，吃了后悔药我就可以回到过去，然后重新做选择。如果我后悔大学的时候没有学设计，我可以吃后悔药，然后回到大学的时候去选设计专业，我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设计师。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，所以我们一般是这样用：我真后悔上个星期没有去纽约，如果世上有后悔药就好了。你要想清楚再决定哦，世上没有后悔药哦。你有没有想吃后悔药的时候？好，下一个，善意的谎言。善意的谎言，善意好意，比如他们没有让妈妈知道她得了癌症，因为怕她崩溃，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。下一个，开小差。开小差，原来的意思是军人偷偷的离开了军队，不再回去了，这叫开小差。现在的意思是指一个人做事不专心，走神了，精神上已经到别的地方去了。比如他上数学课的时候常常开小差，所以考试考砸了。上班的时间开小差，年终奖就别拿了。下一个，我们不开小差，我们开夜车。开夜车，开夜车直接的意思是晚上开车。猜一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他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报告，所以今天晚上要开夜车准备。对，意思是晚上为了一些事情，比如工作、学习等等，不睡觉，叫开夜车。看样子你又要开夜车了吧？下一个，泼冷水。泼冷水，冷水，泼是一个动词，泼冷水。想象一下，突然有人给你泼一盆冷水，你什么感觉？好冷啊，很生气，就是肯定是不太好的感觉。但是如果你觉得很热的话，泼冷水应该挺舒服的吧。Anyways， 这里的泼冷水不是舒服的感觉，不是舒服的感觉。泼冷水是指别人感觉很好，觉得很热情的时候，你跟他说不行。比如我有一个创业的想法，然后去找朋友聊，跟他说这个想法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但是朋友就说了一句话，你不会成功的。他给我泼了一盆冷水。还有，我真的不想泼他冷水，但是他这个计划有问题。好吧，泼冷水有的时候是该泼的，有的时候不该泼，我也不知道。又开始给我泼冷水，我这不定了目标吗？最后一个是一棵植物，叫墙头草。墙头草，墙头有一棵草，墙头草。墙头草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风往这边吹，墙头草就往这边倒；这边风往左边吹，墙头草就往左边倒。墙头草是指一个没有立场的人，很容易被别人动摇。别人说是，他也说是；别人说不是，他也说不是。没有自己的想法，没有自己的立场，这种人叫墙头草，所以这个带一点贬义吧。这就是今天的视频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！那我们下期见啦，拜拜。